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查了。世界上第一条现代盲道正式诞生于1967年的日本，发明者是三宅敬一。三宅敬一。第一条现代盲道，防止我说错了，所以我照着读一下。他花了2年时间，反复试验，听取盲人用户的反馈，最终确定了2套触觉语言，也就是条纹砖和圆点砖。条纹砖与圆点砖，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盲道砖，就是由这2种类型的砖头组成的。条纹代表可以安全前行，条纹代表可以安全前行。圆点代表注意有危险，需要停下。圆点需要停下。条纹和圆点，为了让有残余视力的行人也能看清，他把砖的颜色定为亮黄色。很多国家也选用的是黄色，在少数地区呢也会运用红色，这样比较醒目的颜色。现在呢，在全球不同的国家对盲道的理念设计有着2个派别。一派呢，就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全程导航派。他们的理念就是哪里有路，哪里就有盲道。哪里有路，哪里就有盲道。另外一派就是关键提示派。这个理念的关键就是只在关键处提醒。后面的没记住，我稍微念一下稿子。这些国家认为视障人士可以依靠墙壁、路缘石、绿化带等自然线索来行走，因此盲道只铺设在危险区域，如路口、站台边缘，作为可探测的警告，而非提供全程引导。这是关键提示派。2派复习一下：全程导航派和关键提示派。全程导航派，关键提示派。全程导航派，关键提示派。记住了吗，小宝宝？我们中国呢是属于全程导航派。我查资料的时候还发现，我们在这个盲道方面啊，还有一个第一名，就是我们的盲道长度是世界第一长。但是呢，长度不等于有效覆盖率。我们国内的盲道失效率超过了70%。
但是即使是这么珍贵了，一个视障人士得到了导盲犬，他也并不能让自己的出行变得非常非常的顺利，也会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限制。所以我们普通人可以做的，就是在遇到导盲犬的时候，达到一个4不一问，4不一问，4不一问。我来念一下啊，4个不，前3个不是不呼唤，不呼唤，不抚摸，不抚摸，不喂食，不喂食，不呼唤，不抚摸，不喂食。这3个呢，是让导盲犬专心的工作，不要让它分心，这样就可能导致主人陷入危险。这是3不，还有1不是不拒绝，不拒绝法律保障导盲犬进入公共场所的权利。所以说有些人他是没有权利去拒绝导盲犬进入到某些场所的。不拒绝，不呼唤，不抚摸，不喂食，不拒绝。一问，主动询问视障人士是否需要帮助，这是我们普通人可以做到的4不一问。不呼唤，不呼唤，不抚摸，不抚摸，不喂食，不喂食，不拒绝，不拒绝。询问帮助，询问帮助，询问帮助。如果还想实际的去帮助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我去查了一下，有一种 app 可以帮助到他们，叫做 Be My Eyes， 这是国际上的 Be My Eyes， 可以注册成为志愿者，然后需要帮助的人他可以打视频电话，我们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可以帮他看他的视频里有没有他需要的东西，比方说帮他拿一个东西，看他的商品有没有过期啊，或者说告诉他路往哪里走，就这样做他的眼睛。 Be My Eyes 还挺有意义的。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注册过，但是一直没有接到过电话，没遇上过。他的志愿者是注册需要帮助的人的10倍，所以基本上是每一个需要呼叫的人中就有10个人在等待这个电话。我们国内有一个类似的 app 叫做轻松无障碍，但我还没有试过，如果有试过的小宝宝也可以分享一下。轻松无障碍这2个 app 的功能就是基本上是类似的，都是去帮助视障人士，去给他们做他们的眼睛。然后以上呢就是本期小的关于视障方面的小介绍，一个是盲道，一个是导盲犬。我的介绍非常非常的短，非常非常的少，有更感兴趣的或者更专业的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中。 OK， 最后呢是我们的慈善捐款捐赠途径，我找到了3个官方的，一个是世界盲人联盟，世界盲人联盟，还有一个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。它的官网中关于视障方面的有一个叫做我送盲童一本书，我送盲童一本书的项目。还有一个是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官网，它有一个专门的爱心捐款入口，说善款会用于犬粮、医疗、疫苗等方面。这是我找到3个官方途径，也有很多其他的非盈利性的公益组织项目，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进行自己的善举。不管是直接做帮助别人的事情也好，还是去捐赠一些物资也好，都是可以的。但是无论